这个是我们采用的简易无土栽培模式种植的越冬茬番茄。这个栽培机制呢，采用的是以稻壳为主，所以说呢，它的整体的成本非常的低。有朋友问啊，这个冬季大棚的温度管理应该如何去管理？首先，你看我们这个大棚啊，这个大棚呢叫装配式温室啊，面对着零下6、7度这样的一个低温的情况下，很少会去种植越冬茬这种喜高温作物的啊。但是我们今年就种植了番茄。然后你看我们这个番茄的长势，基本上受这个冷害的影响不是说特别大，还能正常的生长。实际上这个和我们平时的管理有很大的一些关系，包括我们这个风口如何打开呀，什么时间打开呀等等，关系都非常大。欢迎来到付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，我是柴哥。这个温度啊，棚室的温度的高低，有时候和我们这上面这个风口的管理至关重要啊。先说我们的做法呢，一般这个大棚的温度什么时候升到了30多度啊，甚至35度的时候，我们才开这个风口。这个风口不能开早了，有很多朋友担心温度过高啊，25度、26度就开风口了啊。实际上你这个棚室的温度上不去，你这个排湿效果也不好啊。只有你高湿高温的时候，你这个湿气才能排得有效果呀。另外一个关风口，什么时间关风口？关风口的情况下一定要早，不能晚。有很多朋友啊想着啊尽可能多开点风口啊，开的时间长一点，让这个棚室的湿气啊多排一会儿啊，降低棚里面的湿度。实际上这种思路是错的啊。这个排湿呢不需要特别长的时间，一般我们还是看温度啊。什么时候大棚的温度降到了27、8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关风口了，保证棚室里面温度呢还在30多度。这样情况下，这个棚室里面始终处在30多度这样的高温的情况下，那么地面呀各个地方呢，它都有一个吸热的过程。实际上这个吸热呢也叫储存热量。你白天一些物体储存热量多了以后呢，它夜晚呢它可以放热，实际上变相了又提升了你棚室的温度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平时的风口管理呢，不要借着排湿的这种理由呢啊开的时间过长。你开的过长以后，你棚室的温度达不到啊，你温度达不到的情况下，你作物就长不好啊，比你因为高湿啊产生病害这个危害更大。所以说呢，平时的风口管理啊至关重要。